听得见我的问候，那是什么揪着我的心头？谁抚平你泛皱的额头？牵过的手放在谁背后？若你看得见我的笑容，那是什么紧锁着你的眉头？我在你身后，你更自由，看着幸福从指尖流走。一直在你左右，却不能拥有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是温柔。拥抱很短，等待却很久，才让这一次的遗忘变成下一次的哀愁。一直在你左右，紧紧的守候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算是永久。想哭的时候就让泪流，别等到风景都看透。有些爱需要说出口，才能被感受。阿辉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下来啊！我拿了公司的钱，我欠了一屁股债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啊！你要死是吗？好啊，跳给我看啊！你不要再说下去了，他等下真的跳下去。是我衰，我不是人，我没用，我欠的不给5万块。他们说不还的话，就叫我去死。你欠别人钱，自己去死就好，干嘛要拖累我啊？对不起啊，brother， 我也不想这样的，我真的不想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你这种人留着也没用。你要跳是吗？就跳啊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文案，不要再逼他了。不敢跳是吗？好啊，我帮你。不要过来，你做什么？不要！你怕死就不要赌。brother， 我求你，你救我吧！还好意思说？你每次出问题都要我帮你解决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改？什么时候才不再给我惹麻烦？这次你帮我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赌了。这个混蛋！brother， 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啊！好了，这笔债我扛了，不过这是最后一次。你再不悔改，那我们以后连兄弟都没得做了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。走开啦，马上给我消失。刚才我真的被你吓到了，我真的想把他推下去啊！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，你这么肯定？因为你心地好，讲义气。义气有什么用？早知道就不要还钱给你爸爸，5万块我哪里去找？不如这样子吧，这次我来帮你。你帮我？你说什么？我欠钱？我欠谁的钱啊？你再说一次。说，刚刚说。我说，我是来替张扬要回3万块。什么3万块？张扬不是死了吗？死了又怎么样？欠死人钱不用还啊？欠人钱当然要还，不过很抱歉，我没欠什么人钱呐。你想抵赖啊？我只是跟张扬借过钱。你看我的公司多有排场，我需要跟人家借钱吗？是真的，半年前公司周转不灵，我借了3万块钱给他。你是因为半年前需要资金周转才跟他借钱？你有证据吗？有啊，是他亲口跟我说的。你神经有问题呀！拿死人的话来做证据。周先生，我是做生意的，你要钱，把借据拿出来。什么借据啊？我们那么熟，我没有叫他写借据啊。那怎么办？哎，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。如果那么容易就给你钱，那天天不是有人会上门讨钱？喂，你说话客气一点好吗？我已经很客气了。如果你再不走，我就叫保安。如果你连死人的钱都吞掉，你会有报应的。那如果我告诉你张扬欠了我3万块，你是不是会叫死人来还我钱？你没有搞错啊？还说我欠你钱？好，算我走错地方。不送啊！干什么？钱都还没要回来，怎么可以走？你要我留在里面被人家羞辱啊？
我真的是大白痴啊！没凭没据，相信你的话，跟人家要钱，连你也不相信我，他真的给我借了3万块钱呢。不知道是他欠你还是你欠他？没看到人家的公司这么大，还需要跟你借钱呢？人总有不如意的时候啊，就好像你现在一样，也急着需要钱用啊。算了，我什么都不要。跟你在一起真倒霉啊！不是给人当疯子，就是当色狼，现在变成大骗子了。借钱不还，他才是真正大骗子啊！来，再跟我进去，我一定要对付他的，一定要把钱给要回来。还要进去啊？人家报警，我就被抓去警察局了。你有本事自己去讨吧。Brian Lee， 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怎么会停电呢？包得那么紧，里面有多少钱啊？如果你真的是欠他钱，他迟早会来拿的。他已经死了，怎么拿？那就看他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没有，怕了吧？谁说我怕？这里的电梯常常发生故障，只是灯坏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是吗？好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救命啊！你干嘛？你不要玩啊！这个电梯里，除了你跟我，还有张扬在里面。啊？他生气了。这一切都是他施的法。啊！你胡说八道！我可以告你恐吓啊！欠人的钱还好说，欠鬼的钱是要用命来还的。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有没有欠张扬的钱？我没。大声一点！有。喂，你怎么在紧要关头方向走？我不知道，我突然觉得很喘，没有力了。哎，电梯坏了，你快点出来，我们还要检查维修啊。还以为你真的有法力，原来是电梯坏。我真的有法力的，这个灯光效果是我弄出来的。相信你，我是白痴啊！喂，文安，我真的有法力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关门，开门，亮灯，闪灯。我都说了，我有法力的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要那电梯门开它就开，要它关它就关。人家已经说了，是电梯发生故障。如果刚才死缠着Brian不放，钱肯定要得回来。哎呀，算了，如果你真的有法力，就帮我中马票。这种不义之财，我不会帮你的。哦，你清高啊，见死不救。不是，你没听人家说过吗？求总裁会折寿的。我不管，我全副身家只有2万块，剩下的3万块全靠你了。啊，快说，买什么字？这种旁门左道，我不会帮你的。啊，你不说我就买自己车牌号码，记住啊，是5678，一定要开头讲啊。等一下，怎么那么像我的手机的？
这个是我那天找车牌的时候在路边捡到的。快打开来看看，确定一下是不是我的手机，看看里面有没有我老婆和我女儿照片。看什么看，都没电了。那就充电啊。你试试看2010，真的是我手机啊！有简讯呢，开给我看看，是你老婆传给你的。快给我看！你真的走了吗？日子很难过，我好想你。还有一个，微微今天问我你去了哪里，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无聊了，不要看了。给我看，我要知道思琪的心情。告诉我，是不是我害了你？思琪，你厉害，说我有责任，原来害死你的人不是我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意外，都是一场意外。我真的很担心思琪。你老婆也真是的，人已经死了，还发简讯给你。我很了解思琪的心情，我自己也是很难受。我没有办法明白你们了，同情话我不会说，你自己慢慢忧郁吧。小车呢？糟了，一定是走了。Hello， 妈咪，我不是妈咪，微微，我是大伯母。大伯母，妈咪在不在？妈咪不在，她去做工了。你找她有什么事啊？校车跑掉了，我不能回家。怎么会让校车跑掉的？安哥为什么要等你？我刚才肚子痛上厕所，一出来校车就不见了。我现在还很多事要做啊，还要我去带你。我会搭车，我自己回来。喂，微微啊，你不要，你在车站等我，我去带你。不用了，我去搭188。微微，什么说一半断掉？没有电了。为什么走这条路？这巴士本来就是走这条路啊。小妹妹，你是不是搭错车了？这不是188吗？这是180。哈！爸，微微回来了没有啊？你现在才知道紧张，微微才7岁，你怎么可以让她一个人搭巴士回家呢？我也不想的，是他自己呀，讲电话讲一半把电话挂掉的。你看店，我去路口等她。怎么办？手机真的没电了。哥哥，快借你的手机让我打电话吗？哎，你的手机在响，会是谁打来的？会不会是你的老婆啊？这不是思琪的电话号码。那你要接不接？接，看看是谁打来的。
微微，微微，你在哪里？他哪里听得到你说话？那还不快点帮我？微微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是谁？妈咪呢？你的妈咪不在这里。问她现在哪里？先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。我也不知道。微微，你不用怕哈。昂哥是 Daddy 的朋友，你告诉昂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。哥哥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彰一路。哦，我在彰一路的一个巴士站。叫不要走开，我马上去接她。是你接还是我接？当然是你啦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你 Daddy 的朋友，是刚才跟你讲电话的昂哥。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你。我在你家哦。哦，我记得了，你就是阿公说的这里有问题的神经病叔叔。我不是神经病，我是昂哥超。妈咪为什么没有来？当然是工作忙走不开啊，对不对？答得好。来，阿哥送你回家。不要，妈咪说不可以跟陌生人走。我不是陌生人啊，我是你 Daddy 最要好的朋友。你骗人！Daddy 在的时候，为什么你没来过我们的家？因为你 Daddy 跟我喜欢在外面喝咖啡啊。你又骗人！喝咖啡为什么没有去我公公的店？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问为什么？我真的是你 Daddy 的朋友，你不信你可以考我啊。考什么？你问我关于你 Daddy 的问题了，我什么都知道的。Daddy 想吃什么？豆沙饼。这么容易豆沙饼啊！我最喜欢问 Daddy 什么问题。这个小家伙最喜欢问我喜欢他还是喜欢他妈咪。你这只鬼灵精，每次问你 Daddy， 他喜欢的是你还是你妈咪？那 Daddy 的答案是什么？答案简单，当然是两个都喜欢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好厉害 ！Daddy 想什么你都知道。我都说了，我是你 Daddy 的好朋友啊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嗯。哎，你肚子里有人在打鼓啊？我肚子很饿，我还没吃午餐。哦，那你想吃什么？昂哥请客。我要吃 Daddy 做的汉堡包。很久以前，我做过健康汉堡包给他吃。昂哥不会做汉堡包，不过我带你去吃别的包你喜欢，好不好？嗯。巴士过了好几辆都没有看到他。这样，我去学校问一问吧。好好，我跟你去。喂，妈咪，哥，你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不回来？我跟安哥在一起。安哥？什么安哥？那个神经病安哥咯。神经病安哥？你问他在哪里啊？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在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我是那个神经病安哥周文安。周先生，原来是你啊！又是他。微微肚子饿，我们现在在吃东西，吃完了我再送他回家。等一下，微微怎么会跟你在一起的？哦，微微怎么会跟我在一起啊？快放下电话。我们肚子饿了啊，我们等一下见面再说吧。OK， 拜拜。喂，周先生，喂。汉堡包来喽！哇，看够吃吗？吃啊！为什么不吃啊？因为不吃洋葱了，快把它拿掉。哦。吃啊！安哥，你跟我 Daddy 很像哎。谁说啊？我不是说你们样子像，我是说 Daddy 以前也会帮我拿掉洋葱。我知道你 Daddy 很疼你。如果 Daddy 在就好了，我好想他。你不要这样啊，你 Daddy 也一样想你。是，如果可以回到从前，Daddy 一定天天陪着你的。你知道吗 ？Daddy 很疼我，他常常说要带我去海边玩，还说要带我去日本玩。
他只是说没有做。没有，Daddy 工作很忙，每次问他，他都说等。结果一等就等到现在。现在已经不能去了。对不起，薇薇，爹爹也不想这个样子的。早知道我丢下所有工作，天天陪你去玩。现在后悔太迟了，做不到的事不要乱说。爸爸也哄，女儿也哄，都是空头支票。杨哥，你为什么自己跟自己说话？哦，我说你daddy没用，我说要带你出国，结果什么地方都没去。不准说 Daddy 的坏话，我会生气的。生气又怎么样啊？你daddy真是没有一样好，什么都不会做。我不吃了，我要回家。你食物都还没吃，为什么会回家？你说 Daddy 不好，我不要跟你在一起。真的是我的宝贝女儿。你还会维护你的daddy啊？不要这样啊，我哥是跟你开玩笑而已。不准开玩笑，我的 Daddy 是世界上最好的 Daddy。好了，你daddy最好最棒，什么人都比不上。薇薇爱 Daddy， Daddy 也爱薇薇。好了，你这是鬼灵精，快吃吧，你妈妈要来接你了。薇薇，妈咪。哎呀，吓死妈咪了！以后不准一个人搭巴士 ，OK？ 这是什么教育啊？你应该教他怎么搭车，不要教他不要搭车。谢谢你帮我照顾薇薇。口是心非，我知道你是怕我拐带，所以特别赶来接她。不是的，我是太担心薇薇，也不要太麻烦你。麻烦我的人不是你，是别人。喂，你不要乱说话。哥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不要，我还要玩。小心点啊！对了，你怎么会跟薇薇在一起的？哦，她迷了路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去接她咯。她打电话给你？不可能吧？当然不是打给我啊，是打给她的daddy。你有张扬的手机？是啊。不要说啊，不要把手机还给他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，电话是打给她的daddy，不过接的人是我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。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你说我把我电话转进你手机。张扬生前把电话转到我的手机里，所以薇薇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接，我的手机就响了。可是为什么张扬要转移电话给你呢？有什么奇怪啊？男人是这样的嘛，兄弟一场，他不方便接电话的时候就转给我了。不方便？是啊，像开会的时候啊，还是看球的时候啊。不要再说了，越描越黑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好的。你不要吃我的醋哦，我们两个是没什么的。哦，对了，你那天淋过雨，没生病吧？没有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送你行吗？你脸色发青，如果半路昏倒了，我怎么去见狼哥？我以后不会让他们担心的。这样才对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要勇敢去面对。谢谢你啊，这句话你说的最好听。我不是想代替张扬讲话，我想，虽然你老公不在，不过他一定希望你过得很好，早一点嫁人。喂，我没有那么想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要走了。哥，我们要走了，来，小心啊。OK，let's go。跟阿哥说拜拜。拜拜，哥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你是不是想要打我老婆主意啊？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啊！喂，你等我。喂，你不要走。喂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哦，不用客气，很方便。刚哥。薇，哎呦，你终于回来了啊！公公，我搭车，我搭了110的巴士。以后校车跑掉，一定要在学校等阿公去接你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思琪啊，我看薇薇也累了，带她上楼休息吧。等我们上去了，跟阿哥说拜拜。等对面哥，拜拜。
没有礼貌了。拜拜。我我要走了。哎，周鑫，喝杯咖啡吧。我叫文安，你要叫我神经病也可以。不好意思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乱说话。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，怎么会呢？你帮我们这么多，我应该谢谢你。我已经说了，我不喜欢婆婆妈妈。既然不婆妈，那就进来喝一杯吧。我去泡啊。喂，哥，不用了。走啊，进去啊！我想陪陪爸爸。我不要，我还生你的气。我知道刚才说错话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来喝咖啡吧。哎，谢谢哥。哇，哥，你的咖啡真的很香啊！我泡了几十年的咖啡，用的又是上等的咖啡粉，当然香啦。爸泡的咖啡啊，是我们店里的骄傲，可惜我现在喝不到了。哎，哥，你们这里的生意好像不怎么样啊。哎，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会来这种旧式的咖啡店呢？也不一定啊。阿哥，咖啡一杯，奶茶2杯，还有咖啡壶1杯，还有绿茶1罐。好，马上来。哎，杨哥，店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这个时间店里没什么人，我大儿子出去办点货，大媳妇在楼上看孩子。你说一下啊。还在喝咖啡，还不过去帮我爸。6、7、8的，你让我当咖啡仔啊？帮忙啦！杨哥，来，我帮你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去泡咖啡，不要让客人等太久。哎，杨哥，我来。行吗？行的。不错。厉害咯！一只手可以捧3杯茶，我用托盘啊，一次过可以捧10杯呀。你还好意思说啊？你跟阿伟做了这么多年，你能一手捧3杯吗？爸，我们是在这里卖咖啡的，不是表演杂技。没本事就说没本事，不要讽刺别人。你的手脚还蛮利落的，人家会以为你是咖啡仔。我是啊，我以前家里很穷的，每次放假的时候就跑去咖啡店帮忙。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学回来的。你有本事啊，天天来啦！给你看，喝咖啡吧。哥，我去听个电话。喂，我知道我欠你钱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马票一开，我马上还给你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下个星期还不还，我给你砍。好吧，你欠大耳窿的钱了。放心，等一下马票一开，我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答应什么。只是靠中马票是不行的，就算你这次运气好，被你撑过去了，那下一次怎么办呢？阿哥，我不靠马票不行的，我这次需要的数目很大，3万块啊。那你可以向朋友借啊。说了我就生气。你的儿子啊，说他要给我3万块救急，没想到原来是假的，真丢脸，还给人赶出来啊！喂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有骗你的，是他赖账。可能张扬不会说谎。对啊，说谎的人肯定是你呀！无端端给你3万块，你跟他什么特殊关系啊？是夫妻还是情侣啊？别乱说话。不管我们是夫妻还是情侣，反正我有事，他就会帮我。等一下马票一开大奖，我就可以把钱还给大龙了。你这个人啊，不但会乱说话，而且啊还很天真啊。你不相信我有这样的福气啊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不中头奖，我就每天来这里当咖啡仔。啊，这是你说的啊，爸，你也听见了啊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表演杂技。你慢慢等吧，我是赢定了。是吗？哈，马票已经开奖了，我们来查查看。哎，对啊，我的希望来了。从最小的看起啊。小奖不用看，要看就从第3奖开始。抽。7、8、
心啦，还有2个机会。5、6、7、8，不中，连2奖都没有啦，最后一次机会。我要中的是头奖，5、6、7、8，5、6、7、8。难了，中是5哦，来，6，是6哦，是7啊，OK， 中了3个号码，最后的号码一定是8，是6啊！6、7、8的，就差2点，为什么不帮我？靠运气是不行的，凡事都得靠自己努力。看来有人要来这里表演杂技了。衰鬼，真的不能靠。喂，明天不要忘了来这里上班啊！我们是6点煮水，7点开始营业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不讲义气，整天叫我帮你做这个做那个，我有困难的时候你就见死不救。没有啊，我有帮你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号码没有开出来呀。你说谎，我知道你清高，不义之财不能拿。是，我是不赞成靠赌博来解决问题。可是买马票以后呢，我真的有帮你的。你是帮我还是玩我啊？好开不开？开5、6、7、6啊？可能是我法力不够吧。不是不够，是根本没有。其实能够开出3个号码已经很厉害了。差1个号码，连1分钱都拿不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别人做鬼，你也做鬼，为什么你做鬼做得那么失败？我也不想啊。完了，现在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去哪里找钱？去找 Brian 啊！为了你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钱给要回来的。这种不讲道义还诬赖我的人，今天如果拿不到钱的话，我就誓不为人。喂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，你让我省一点力气去找钱好不好？不可以，我再给他多一次机会。如果他不肯认账的话呢，我就不会放过他的。哇，第一次听你讲话像流氓。Brian， 快点过去，还等什么？快点啊 ！Brian， 张扬在这里，他要你还钱。我再说一次，欠钱的人是他，不是我。你敢再缠着我，我就上门跟他爸爸要钱。太过分了，我不会饶过你的。你们想谋杀？你为什么要出手救他？钱我要，不过我不想伤人。找他算账的是我，又不是你。谁能看到你啊？如果他出了事，抽签人的是我嘞。如果他敢跟我爸要钱的话，我还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吓都给你吓死了，他还敢惹你爸爸？啊，算了，我还是把店关掉，做散工吧。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工作的话，就到我爸的咖啡店吧。你要我当咖啡仔啊？我才不要啊！当然不是咖啡仔啦，我有一个改革计划的。喂，肯不肯帮我？你又想骗我去陪你爸爸，对不对？你能够找到一份工作，我又可以见到我家人，有什么不好？你的算盘打得真响，我懒得理你啊！文安，文安，哎，咖啡来了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一起算啊。昂哥，你就是永胜昂哥？是啊，你是哪位啊？张扬的朋友 ，Brian。爸，他是2弟当兵时认识的朋友啊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小帅哥 Brian。你不是来找张扬的吧？他已经不在了。我知道，我是来还钱的。还钱？我以前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，跟张扬借了3万块，现在是来还钱的。
弟借你3万块。那钱已经还清了，请你们家那个姓周的不要再来骚扰我了。姓周的？哪个姓周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个子长得那么高，脸粗粗的，讲话粗声粗气的，哇，说起账来比大耳窿还要恐怖啊！难道是那个神经病啊？我不管他是谁，钱我已经还清了，我不想再出什么意外，请他们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说什么我不明白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谁也不见谁的。哎喂，哎，爸，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无缘无故送一张支票来，又匆匆忙忙的走了。不用说，一定是那个神经病周文安啊，做了一些很可怕的事啊。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姓周的说，张扬曾经托他去追债，而且还答应给他3万块救急。爸，二弟跟这个人好像很要好，二弟的事情他知道的比我们还多。有古怪，这个神经病一定跟二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说什么？就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呢。别乱说话。好了好了，什么都不说。这么有空去帮我搂叉烧了。是你，我有事找你谈谈。好，进来。爸不是来找我吧？不要让他知道我在这里。哥，你先坐，我泡茶给你喝。不用了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有去找张扬的朋友 Brian？Brian 去找爸，个混蛋去找你，你不要骂他，他是来还钱的，他还了3万块。还钱？他真的把钱还了？这种人啊，不见棺材不掉眼泪啊。我心里有一个疑问，一直想不通，你到底是谁？跟张扬有什么关系？你对张扬的了解，太让我吃惊。连我们家人不知道的事情，你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有什么奇怪啊？我们是好朋友吗？是buddy啊！你不觉得你对我们一家太热心了吗？思琪离家，微微迷路，都是你送他们回家的。就连张扬借钱给朋友，也是你去追债。你简直是张扬的化身。说得好，我就是他的化身。我跟他的关系很密切的。怎么个密切法？比我们家人还密切吗？我跟他的关系很古怪的，可说是比亲人还亲。反正一句话，我们是分也分不开。你告诉我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你小心说话，爸有点古怪，好像怀疑什么东西。我跟张扬是真的有秘密，不过有些东西我不能说，你最好不要问了哈，哥。你是说你们有不可告人的关系？不可告人的关系？你看我爸误会了。是啊，我跟张扬很好的，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，睡同一张床，还可以一起看 A 片。难怪我们家里的事情你都知道，原来是这样告诉你的。是啊，他是常常跟我讲心事的。我们是最知心的好朋友。够了，我完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王哥，我本来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跟张扬的关系的，不过张扬走了，我就忍不住去找你们哦。王哥，我很舍不得张扬。不要再乱说话了，快点解释啊！既然你们有这样的关系，我不想多说。不过有件事情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。
大家都像一家人，你说吧。你跟张扬的事，从今以后不要再提了。哦。这笔钱，既然是你追回来的，就交给你。给我？以前我不相信张扬会给你3万块，现在我相信了。谢谢昂哥，我现在等钱救命，我客气话我就不说了。你什么话都不用说，你只要记住，你跟张扬的关系，以后绝口不提。我拿了你3万块，我哪里还敢乱说话？昂哥，你慢走哈。我真的想掐死你！为什么乱说话？是你老爸自己误会的吗？这关系到我的名誉啊！快点跟他解释。我才不要啊！都不知道他怀疑什么。哎，真的给你气死！手机又响了，听不听啊？不会又是薇薇打来吧？不能接啊，是你老婆啊！一接她就知道你的手机在我手里啊。不，一定要接！你忘了已经告诉她把我的号码转到你的手机吗？哦，是啊，我差点忘了。喂，是谁啊？喂，什么人啊？打电话来，为什么不说话啊？我是叶思琪。问他什么事？你没有我的手机号码，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啊？我是打给张扬的。哦，你不相信我的话，想试探我是吗？不是，我是想知道张扬的手机不见了，是不是有人捡到？我想要回他的手机。你不要骗我啦！你们一家人都是这样，不相信任何人。你爸爸是这样，你大嫂是这样，连你也是这样。喂，不是的，我你不信就算了，你当我是骗子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思琪，为什么突然间放电话？我说错了什么？你那么凶，要他怎么回答你啊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说穿他呢？不能够对他温柔一点吗？我又不是她的老公，还温柔。他现在心情一定很不好的。你要我打电话安慰他是吗？他不会接的。那就传简讯咯。怎么传简讯？用我手机传给他，那他就知道了。哎，我忘了。那就用我的咯。你给我老婆写了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是她老公，当然关我事了。你叫我温柔一点，我就说我很想她喽。你敢？拿过来给我看。不给。哎，你老婆回应了。她写什么？快给我看她写什么。她说 Good night， 梦里见。哎呀，我要去睡觉了，不要再来烦我。我要去梦里见你的老婆。不要玩了，给我看呐！喂，文安，奶奶。So far away, how could I say deep in my heart you